此处毕竟是不老山，你们终归只是外人，怎敢动手行凶？浩儿若真的损伤一根头发，我与不老山一刀两断。秦昊已植入仙骨，将来定能代表不老山登临尊位，得罪不得。何况若让他们与天尊离心离德。走。是。我决定了，一定要救浩儿。你要去做什么？去挖我们另一个孩子的苦吗？当年不就是为了救浩儿才生的他吗？父亲，母亲，我早说过的。若觉得这样能救哥哥，随时可来取我的骨。父亲，母亲，我不要仙骨。如果为了我伤害弟弟，那我宁愿立刻去死。浩儿，母亲，不要哭了。我经历过顽固之痛，怎能让弟弟也经历如此痛苦？这是你们的养育者，我无法报答了。其实见到父亲、母亲和弟弟，我已经没有遗憾了。十国人皇在者，谁敢阻拦？孩子，让你受委屈了。大家来了，正好，我想回师尊。浩儿，我们回家。宝丘的鲲鹏神酒，月禅仙子的圣药，石夫人收藏的黄金叶，共同汇聚庞大生机。总算暂时稳定伤势，回到石村。此处可还有什么能汇聚生机的药物？这是小浩当年寻得的不老泉，村中还有许多宝穴灵药，都是小浩一次次以命相拼带回来的。如今既然可用于疗伤，沈医可随意取用。世人皆知他一路辉煌，威震天下，却没想到，他在我尚被父母守护的年纪，就已开始守护着一族之人了。让你们操心了。靠灵药滋养，神医施救，浩儿的身体恢复了不少。如今又得到这2门疗伤妙法，说不定真的可见证奇迹。多谢2位了，我这就去交给浩儿。你私传涅槃之法，回去如何向师门交代？
他愿以五行涅槃法交换，何况是为了救人。人皇陛下看似有所好转，其实是因他一直在损耗体内的至尊血，为自己延长性命。想必是有什么心愿未了啊！哪怕寻到替代之物，替换至尊骨，也不行了吗？太晚了，莫说再去寻找，就算此刻移植，陛下体内至尊血损耗如此严重，也已难以滋养天骨复苏了。单独叫你前来，是有些东西要给你。这个，拜托你交给始祖。鲲鹏法，太古奇术，不应在我手中彻底失传。可惜我无力继续了，只刻下了一半残法。重伤之下木刻此法，是在加重伤势，损耗生命。至于你，日后要替我守护父母，我会助你一臂之力。可千万记住，真正的实力与几块神骨仙骨无关。我愿仙骨救你，我这就去找张圣义。弟弟，哥哥，你恨我吗？我们是兄弟，我为何恨你？父亲，莫要伤心。我将这骨送给弟弟，也等于我依然伴在你们身边。所以这是我自己的选择。你们以后要守护好师尊，不要飞得太远。哥哥，此骨虽已残破，但亦可为你助力。记住，若有一天你有自信，可舍弃身上的至尊骨，一块都不要，才算真正踏上了无敌之路。柳神，你来接我了。
天地之路即将断绝，再等下去，哪怕你我这样未点燃神火者，也无法突破天地规则上界。咱们必须得走了。无谦，我不上去了，我要留在师尊，陪伴浩儿。好，你留下，我却要去上界，从此埋头苦修，绝不再虚度一时一刻，让我从被磨灭的桀骜重新燃烧，终有一日，可以杀灭那些传承，为浩儿讨一个说法。孩子，当初你刚被送来时，只有那么点儿大，衰弱的马上就要死去了。后来，你终于活了下来，我们祖孙在一起，相依为命，真的是充满了乐趣呀。族长爷爷，大山外面有什么？我想去看一看，走出大荒。我真不该答应啊！我们就这样生活在这里，永远不出去，那该多好啊！就不会有这样的事发生。小浩，虽说因子灵叔受伤，怡宁阿姨也紧急上界去了，可最新的消息传来，他们都平安。而且听说，你弟弟迎战数州天才，连败5大天骄。总之，他们都很好。你放心休息吧。我只是觉得不公，什么天才，能比得上小浩？他要是能进入上界，还轮得到？叔叔，小浩叔，我们又来看你了。你们有没有经常来给浩叔除草啊？你们看看，草长得太快了，拔都拔不完，都耽误我修炼了。啊，真怪，在大荒这么多年，我都没见过这种草。不腐草，对，据传是古代2位无上强者以2种疗伤仙草合育而成长生仙草。可助小浩疗伤复苏吗？唉，可惜他们并未成功，最终只得到了不腐草，只能让人神识不散，肉身维系不腐的状态而已。不腐草，不腐，也许连老天都不愿见你彻底离去吧。罪血之凶戾，犯毒神之罪严，为野兽恶果，遭天谴。但上天有好生之德，只需尔等交出虚空熔炉，此前种种所为，皆可既往不咎。若敢再逆天毒神，私藏此不祥之物，滔天血劫，只在目前。哼，
当年上界有无数活人血迹，咱们还没去报仇，三教余党反倒又踢上门来。传令，举国备战。是。如此有力的心跳声，怕是已经赶上那些太古巨兽了吧？看来真的复苏有望，可失去了至尊骨，是如何修复？孩子，孩子，你看。至尊血，是至尊血在修复他的肉身。还在洗炼残存的伤势，这样下去消耗太大了。怕是肉身修复，这点至尊血也会被彻底磨灭。无法，至尊血耗尽，也许反倒是真血再现的契机。孩子，快后退！他是在将至尊骨符文烙印在血液骨骼之中。这样一来，即便没有了至尊骨，也依旧可以施展。快看，剩余的至尊血好像开始汇聚了。为何要阻止至尊骨成型？小浩，小浩！以至尊术搜寻全身，过往的伤害已经彻底修复，怎么还不醒来？还不醒来，速度超脱！再给一点！小浩，醒醒啊！小浩，快醒醒啊！小浩叔叔。
小浩，醒醒啊，小浩！族长爷爷，你真的醒了？醒了！上苍开眼！醒来真好，我想念你们每一个人。孩子，小浩一定会没事的。石浩终于醒了，石浩！你没事就好了。我守护你时，发现了这些字迹，想来月禅姑娘也已上界去了。她有她的生活，其他人呢？大红、小白他们深入大荒去寻至尊神藏，你那乌龟坐骑，则是逃走了。清风也不知道我苏醒的消息吧？自从发现你苏醒有望，为防人破坏，我就毛求小红暂时封锁了祭坛。如今你已无事，明日就可自去见他。更重要的是去让那些做错事的人付出代价。时国无道，逆天而行，天罚降临。这是要在我时国皇都来一场血祭吗？小心，更大的攻击要来了！这样下去不是办法，还是无法灵通祖地吗？多次尝试，却全无回应。不会那边也出了什么事吧？七神下界，背后推波助澜那些人，必须付出代价。小浩叔叔，族长爷爷，叔叔婶婶们，你们都要好好保重。保重，小浩，保重，小浩，照顾好自己。请你别处理完那些事，我就要去寻找真正的通天之路了。不知何时才能再相见。小浩，走吧。保重啊！
三教整合域外大军和新晋尊者，已攻到皇都附近，陛下切不可前往前线呐！我答应浩哥承嗣皇位，就有守护十国之责。生，则亲守国门；死，则亡于社稷。守护法阵已破，冲进去，抢神亮宝剑！对不起，浩哥，最后还是没能守护好十国。难道清风，你已经尽力了。接下来交给我。犯我十国者，当诛！小石，风。必须拖住他，不然怕是逃都逃不掉。战！蚍蜉撼树，不自量力。是他回来了。
你们各自率军，跟随我的灵身，北海、筑天教、宁金门、不老山。今日犯我十国者，必要将他们斩草除根。我等听候人皇调遣。陛下回归后越发深不可测，将宝树置于洞天，就能生成如此强大的灵身。本有血脉之亲，却勾结外人，趁火打劫。今日让你们自成恶果！三大圣地全部沦陷，十国从此再无对手。终于要到离开的时候了。大家的心意我知道，可我父母家人都在上界，我总要去找他们。陛下！我有我的大道要寻，十国、十村，却离不开大家。你先去上界，有兴致的时候，我没准也会上去看看。如果能找到路径的话，你和毛球记得去帮我抓那个三黑，死乌龟！身为坐骑，敢趁我受伤逃走，哼！包在我身上。保重，保重，保重，保重。真的不回石村再看一看了吗？大红他们尚未归来，千面徒增伤感。族长爷爷，您千万保重自身。清风，治国之余，修炼也不要放下。我这就去了，保重。孩子，今生还能再相见吗？
守候。待我寻到安稳两界之法，一定会回来看你们。听闻海神岛有通天古路，特来借道上界。莫商去后，海族通天之路也断了。只好继续去探访天下各派的通天法阵了。这修剑荒废如此，看来是毁于仙殿之手。死地，法阵必定是不能用的。各处有记录的法阵皆已损毁，可若是通过各大古教的法阵上界，对我来说无异于自投罗网。我使何处，你便将法力注入何处。还有，那灵犀坠，你可要好好保存。如此灵气耗尽的法阵，肯定也无法使用了。如此只剩最后一处，传说中若通过考验，便可上界的百族战场。大劫之后，下界的实力竟没落至此。当年若只是这样的水平，出百族战场生还者皆为天才的说法就是笑话。小石，他来这里干什么？上！小石，他是谁啊？他为什么会在这儿？真的是他！嘿，站住！一起上！抱歉了，诸位。人族10号，百族无敌。可入法阵挑战。境界被压制了，看来突破法阵只能靠极境之力，不能凭境界高超。
人族10号挑战法阵圣，各界通天之路，登临上界。真的有座完整的传送阵。恭喜10号突破天地桎梏，入此法阵，成为上界坐骑。坐骑？让我们拼死拼活，争的却是一个被人当作牛马的机会。这些所谓的不朽道统，欺人太甚了！今日我天下界，破死现形！难道真的再没有上界之法了？陆天教除根基法阵，另有秘传登天之路。对呀。他肯定连问都不听用，那他又是如何上界的呢？上位查阅的古籍中，只有这些来自补天教的，咱们一人一半。有一神秘法阵，开启后时空错乱，入阵者皆有去无回。看起来，的确像是通往上界的传送法阵。你就是从这儿离开的吗？这法阵看起来也已残缺，不知还能不能启动。
是月禅的自己。太古遗伤，太古之伤。自古传说，打通108道关卡，必有资格走上那条路，稍有不慎就会殒命于此。你觉得那条路就是通天之路？试试才知道。脾性，万一见此凶手而逝，也许预示着此路真的能让我找到你们。爷爷，当初你为浩儿，就曾与这样的凶手战斗吗？受我如此一击，竟为重伤。不是吧？让你别冒进，这下被吞了吧？的确没想到，这符咒化成了貔貅，竟也能将宝术演化到如此程度，随意组合符文。不过斗到此时，也该结束了。哼！爷爷，看到了吗？四儿已能独立战胜此凶手。
看来是古代天骄陨落于此，不知是不是闯关之时伤势太重。原本是神级法器，可惜被毁成了这样。神魔之墙被人破坏了，那我的通天之路岂不是又断了？我感到此处有些奇异的法力波动，像是一座超级传送阵。哎，你在看什么？诶，这东西，你看，你看，上面就一个魔符的符号，没有法力的，能漂浮起来，就是因为不久前这法阵曾被启用，余波未消。这符号好像与当初大劫之时那巨龟身上的纹路有些相似，难道是真的至尊殿堂？哦，我明白了，至尊殿堂不是被驮在巨龟身上吗？肯定是他利用了这里的传送阵去了上界，同时也破坏了神魔之墙。要知道，这依照古书中记载，这东西可是坚固不朽的。看来的确如此。凭他的体型，传送去上界，怕是引动了混沌之力，所以才撕裂了这里。看来上界的希望彻底没了。哎呀，没有。我是说没希望就是有希望的。凭我对阵法深入的了解，我判断这神魔之墙会自动愈合。此处如此逆天，你感受一下，这里有符文之力流转。大概要多久才能恢复过来？只需几十年。那么久？运气好的话，也许10几年就够了。我可没那么多时间来等。这符文怎么有些眼熟？也许通天之路，那我当然知道了。不过，别动手！云族，去云族的云天宫看看。是通往上界的法阵，但有小小的缺损，需要你按照我的指点才能启动。神亮限制书。神力补阵图，以身为引，起阵，还不够。打开了上界之路。罚你从此用一身修为守护荒域。走不走啊？守护荒域，守护下界，是我的责任。为了完成它，必须走。再见了，下界。空间不稳，界壁要破了！
好，行。快找掩护！我裂了！啊！等！哎！喂，你还好吧？咱们到上界了吗？还是失败落回下界了？我又没到过上界，我哪知道啊？灵气浓郁惊人，与下界完全不同。应该是成功了。终于来到了上界，我算是一个偷渡者吗？在这里，好像失去了修为一样，连飞行都很艰难。相比以前下界的大道有缺，这里的大道法则更加圆满，所以会极大的压制战力。你说那些白骨到底是什么情况？也许周围有什么厉害的凶兽。嘘，你听，不就是鸟叫吗？鸟鸣的方向有一股不弱的灵气。这有点像炎黄，可看上去不太聪明的样子。你看，周围那些蘑菇要干什么？这些白骨，难道是被蘑菇吃了？快走吧，这地方太瘆人了！
嘿，我是在救你脱险，你还笑话我？穿进了戒指，在通道内受了内伤，旋转符文难以持久。不会吧？穿行2剑大难不死，难道要陨落此处？我不要化作白骨啊！你化不成白骨的。重伤之下，勉强发力牵动了伤势，需要找地方静养疗伤。走了，你还能飞吗？一会若是情况危急，你就自己逃走。那儿有个人，好像受伤了。族长爷爷，哎，别动啊，小心牵动伤势。是您救了我。狩猎队回村的时候，看到你昏倒在路旁，就带回村中来了。狩猎队，听着真亲切。多谢您和大家。哎，诸村人怎能见死不救？你无需说谢。年轻人，我不知道你的来历，但感觉你很不凡。希望你不要影响这里的一切。诸村人怎能见死不救？这就是那凶残跋扈、予取予求的上家。无形涅槃法。肉身从素已很彻底，我在上界4面接敌，还是改变一下形容为好。妖性还在，不如借此重修斑血之境。斑血境我早已突破极境，没想到还能再次突破，收获巨大呀！可惜补全法并非一步到位，还需要一个蜕变过程。完成之前，貌似最好不用法则。
回来了，你也无处可去吗？那我就勉为其难，养着你吧。上界疆土无穷尽，自会诞生数不尽的强者。而此番勇士选拔大战，就是3000州大战的预演赛。到时候百川汇海，各州争雄，最终会争夺一场天大的造化。什么样的造化？抱歉，三阿公，这才是我真正的形容。这大赛千年万年才举办一次，对于我们这小小的诸村，犹如神话，怎会知道是何种造化？百川汇海，各州争雄，倒是一个打探家人的好机会。我可以参加吗？啊？淮城出世，只为淘汰弱者。自认实力强劲，力能刚鼎万金者，可直接参与日后的擂台比试。不必沮丧，此番历练也可激励你们日后更加努力。我还是不比了吧，到时候直接打擂台就好了。城主有令，尔等于城中若有见到此人，须速速上报，必有重赏。必有重赏？我听人说，这女子曾与一位仙殿大人连番大战，虽被击伤，但还是逃脱了。大人，我似乎曾于淮城附近见过此人。哦，既然如此，谁都不许乱动，静等仙殿大人到来。刚到上界，就要与仙殿之人相遇。那女子在哪里？小人曾在附近的山谷中见过。继续搜寻，有情况立刻禀报。刚刚那就是仙殿大人。放眼3000州，具无敌之资的还能有谁？那他身边的那名女子是？那是补天教的仙子啊！果然艳冠天下，美丽的近乎不真实啊！仙殿之人月禅，那银发女子到底是何人？我们不知你是闪电子，请神子宽恕。传说中的闪电子，他以闪电权力纵横上界，从未一败。关于那银发女子的传言可是真的？只听人说，他得到了至宝3世图关，也有说他发现了至尊殿堂。究竟如何，我们的确不知。他也来了，难道也是来追捕那银发女子的？看来他身上的造化机缘不小啊。
那是魔女。她一个人怎么敢同时与那2个人动手？小婵婵，我们过2招如何？谁赢，那银发女子的机缘就归谁。那就一战吧。月禅仙子无需出手，待我为你擒下此人。你这战绩了不得呀，不愧是无价瑰宝。奇怪，他们早已到达尊者境巅峰，却为何刻意压制，不去点燃神火？小婵婵，真想在此决战吗？就不怕拼个2败俱伤，被别人捡了便宜？怎么，目标尚未现身，咱们就在这儿打生打死？早晚要分个高低。诸位，咱们与其在这内斗，不如还是去寻那银发女子要紧。这莫大机缘，可别被别人抢先了。必须尽快恢复修为。彻底圆满，终于能动用宝术了。外面那么乱，你不要命了？三阿公，谢谢您多日的照顾，告辞了。那些是我的报答。你果然是落难的非凡之人，愿你得偿所愿吧。我给你起个名字吧，大红二秃子三黑，按排行你该叫四白。不喜欢，那换一个排法，小红毛球。银子，怎么样？反对无效。是封印大阵，会抓那女子，
他们封锁了整片怀城区域。好大的手笔！醒醒啊，该你发挥了。好嘞，包在我身上。咱们到底要去哪儿啊？去不老山所在的五行州，和父母家人相见。秦族果然超凡，竟能培养出拥有2块仙骨的绝代少年，同境对战，所向披靡啊！我听闻，并非全是天赋啊。传说其中1块仙骨来自他的哥哥。此时莫要出去传扬，据说因谈论此事，有人丢了性命。拿着你的至尊骨耀武扬威，也该露一手了，让他们知道，就算没有至尊骨，你依旧可以同代称尊。那秦昊得如此栽培，到底怎么还要大闹不老山啊？此事无从得知，只听说是因什么人被关入了恶魔岛黑牢，惹得狮子灵大怒。不过听说为顾及秦昊的面子，不老山并未对他如何。惹得父亲如此大怒，被关入恶魔岛之人，定是爷爷。哎，不去找你父母了吗？父母弟弟毕竟有不老山庇护，爷爷更需人相助。咱们先去恶魔岛。爷爷，阿曼，你们一定要保重，我很快就会找到你们。相传，在无数岁月之前，这恶魔岛原属一位成就了无上果位的魔尊。其人曾横扫各角，无人能敌。晚年已成无敌的魔尊，欲寻真正的超脱，于是再求突破。结果一场大战，最终魔尊斩禁忌生物，禁锢仙道法则，自身却也终究陨落。血肉与此岛相合，再加上仙道雷霆之力的祭炼，让此岛虽成绝体，却也生成了诸多稀世宝料。从此这恶魔岛一半为监牢，一半为绝体，可却又蕴含着大机缘。甚至传说那竞技生灵的遗骸也依旧藏于岛上。故虽然每年都有无数人死于非命，可登岛探险者依旧络绎不绝。船怎么停了？天气异常，为了大家安全，要等7日后的上午4时才能开船。这么危险的地方要停7天，我们都还有急事呢。都有事呢。有急事？那大家都补交些船资，或冒点风险，马上开船。你这不是2次收费吗？不愿交钱就乖乖等着，7天后照样拉你们上岛。不过是800里的迷雾，何必非要坐他这船？自己飞上去算了。哼，不坐也罢。快看，好像杀气！哼，莫慌。交钱还是等着？你们快快决定！是交钱吗？我交钱。看此人刚刚所为，
竟对此地很是熟悉，看看有没有爷爷的线索。侵入石海。快拦住那独臂人，让他跑！独臂老人后来如何？恶魔岛没有他的生存之地，纵逃出监牢，也活不到今日。何人胆敢偷袭秦族守卫？终于到了！原来就是这儿，是恶魔岛这个样子，原来就是这儿，终于来了。我感到这里有一股神秘的力量，不愧是试炼之地，强者之路从此开始。若去绝地的，赶紧滚蛋！打算去黑牢的，可跟我们走。还可去黑牢？你不知道，黑牢对外开放，只是入内探索的话，若有收获，去上缴7成。能有什么收获？前一段，有人挖出过染着至尊血的断骨。走吧，走，我们去黑牢大干一笔。还在发愁如何进入黑牢，没想到得来全不费功夫。这地下的神料之中，好多都饱含神道雷霆之力。我感觉要是到了教主级别，怕是会直接引发天哭血泪。怎么突然发怒了？是想到了祖父。你看这些矿石如此坚硬，可祖父却要带着限制修为的镣铐开采。我一定要找出如此害他的罪魁。此人就是秦城生，就是他，我亲眼所见。当时是那独臂强者挖到了好东西。慢点！别偷懒！做什么？吐出来！你我已结下深仇，还妄想我交出此物，让你去换自己的机缘。不知那独臂人发现了什么，直视下去之后，他忽然浑身发光。就这样，那独臂人单枪匹马杀翻了10数名狱将，逃了出去。知道那独臂强者所说的深仇是何意吗？那独臂强者身边可有一位少女追随？依前约，我助你偷此镣铐。你我两不相欠了。几日后，这黑牢说不定会有一场大乱，那时出逃机会更大。
此人有尊者境界，要是打起来动静不小，你要是实在忍不住气，我可以帮你直接揍晕他。我不但要报仇，还要通过此人了解祖父的去向，事后还须能从容离去。太难了吧？怎么操作啊？你没发现吗？黑牢的尽头有一处，哪怕是点燃神火的芋头都不愿轻易靠近之地，那里必定有什么特殊的东西。因为我把它放出来，给不老山一个惊喜。这下边好像埋着惊人的东西，连重瞳都看不穿。而且此处好像有一座梵奥的法阵。啊，我看看。符文梵奥，恢宏浩大，起码是教主级强者留下的法阵。看来咱们找对地方了。行动吧。有异宝出现！别看了，快干活啊，不然等回来又要挨揍。至宝归我，若有法则宝术，可一起共参，如何？快封住！不然万一攻一破队，让有电人出来，整座恶魔岛都要遭劫！嘿嘿嘿，我在下面埋藏了一道法力，有人敢挖掘那件宝物，就会激发整座法阵。地下雷霆！咱们让乱子更大一些。如此机会，还不快逃！不许逃！冲啊！上！走，去完成最后一件任务。暴动者，杀我！你是谁？如此年纪，竟有尊者修为？当日你为何要害那个独臂人？你是他什么人？说，我与他结怨，只因一枚神丹，将神丹交出来，不然我让你死无葬身之地。哼，已经晚了，吞下去。吐出来！是刀气，用
修为突飞猛进的神丹，竟然浪费在这个小贱人身上！这神丹原本是为我那孙儿准备的，只可惜到如今，再未能见到那可怜的孩子。可即便无法赠给孙儿，我也绝不会将他让给你们这些强盗。为我准备的，一直随身带了这么久。爷爷，强索神丹不成，你就限期来此黑牢，还妄图害他性命！何人胆敢袭击玉将？一个下界最血贱民，不主动献上神丹，便是死罪。那家伙手里的东西，应该就是矿坑深处的那件宝贝，竟蕴含着如此强大的雷霆之力。那独臂老人以及阿蛮，现在何处？那独臂老人后来如何？在船上，是你偷袭老子！那独臂人逃入了恶魔岛绝地，将被打时已命丧黄泉了。我等这就送你去见他。3个尊者，一个神火高手，还是逃吧。我要为爷爷报仇。怎么报啊？我修过钻泥宝术，服食过闪电蛊，论操控雷霆之法，他们差得远。如此急着去送死吗？哎，好东西啊！更多的玉匠正在赶来，咱们快走。连番进化，我腹中也有了一个小世界的雏形，可隔绝契机，免得引来敌人。一沙一石，随时随地都蕴藏着雷道法则的力量。看来进走此地要小心雷电袭击。不过对我来说，也许是个感悟雷法的机会。看起来漫长岁月以来，皆有修士来此磨砺。想来他们若有所悟时，便就地开辟洞府，活不下法阵，日积月累，才有如此规模。看上去
抓取那具神尸。的确，若是得到了天神遗骸，就代表得到了他的完整传承。哼！这天河受法力扰动，竟会激荡反噬。神尸哪有那么容易得到？我们去那边魔尊神碑看一看，顺便检验一下我们的实力。神碑，也许那里可以打探到爷爷的下落。不老身的悬赏。这位小友，这人什么来历？看你的神情，悬赏加倍，难道见过此人？不曾，只是好奇此人什么来历，竟让秦族将悬赏都发到这里来了。听说不老山的悬赏，最初是要捉拿此人，后来不知怎么悬赏加倍，内容却变成了此处的营救，真让人搞不懂啊！那是因为他的后人天赋出众，展现了无敌之姿。你们看那边，他的名字不就在魔尊碑上？应该也与父亲的大脑有关。听说魔尊碑可保存足足300万个天赋、潜能、战力最强者的名字。300万听起来多，可却是3000周无尽岁月的积累。所以能留名者都是惊天动地的天才，多少年也未必能新增一个呢。有些远古巨头虽不能当面比试，却可通过神碑榜上战力一较高下，有点意思。怪不得我听人传说，参与石碑试炼，便是以性命相搏，要么留名，要么留命。原来真的是如此。你也太不自信了，不管成功与否，都要有一种闯劲。都是各族嫡系传人，竟然无一成功。看来你我也不必再试了，还是回去吧。果然已无人再愿意尝试了。别灰心，要知道，我们是在跟3000周的无数天纵奇才对比，哪有那么容易就留名的？神碑可测战力、天赋、潜能3种。不过天赋潜能需要引导碑中符文入体，此行充满了未知。况且我连至尊骨都失去了2次，也就不用在意测试那些了。那就一测战力吧。
恭喜你，请在此处刻下你的名字。神杯共鸣，怎么回事？神杯共鸣，有意思。魔尊神杯发生了异样，你去查看一下。是。快看，是一个人形刻图。快看，快看，名字怎么了？这是死人名士。是光。他的名字竟然在秦族天才秦昊、秦长生的上面。你我有幸见证了一位和民谣万古的强者出世啊！能超越秦长生的老怪物，此子今后绝对会成为震古烁今的人物。以后遇到若不能拉拢，便在他成气候前解决掉他。找到石中天，格杀勿论。一番感悟，国有所得，可惜想要融会贯通，尚缺机缘。是爷爷。爷爷，哪怕寻到仙坟，我也一定要找到你。前方有人，雷道宝树，是爷爷。此人的雷法，并非石果酸泥宝术。是你？没想到竟是个初代。我名荒，敢问道兄大名？天允州，李云聪。道兄了不起，将雷道宝术修到了出神入化之境，想来定是天允州难得的奇才。惭愧，天允州真正的天才，乃是一位重瞳者。
他号称不拜神话，我自出生以来从无拜祭，于是主动寻其切磋。谁料与其交手500招，却全程被压制。他长什么样子？自信、从容，身材修长，尤其是他那重瞳秘术一出，至此我才知自己修行有缺，所以才来此参悟仙道雷霆，希望重走另一条修行之路。皇兄能独行到此处，想来于雷法一道必有心得，不知可否切磋一番？我也正在参悟雷法之中，有些关窍尚存疑惑，正好相互切磋，希望能各有所得。擒！我雷天阙之法，可窥雷法至真绝境。没想到道友的酸泥之术，竟也博大玄妙。此人自小未经挫折，不久前一场大败，信心受挫。长此以往，怕是得修行不利。2种宝术各擅胜场，不相上下。不如我们交换，如何？交换？各家宝术皆是不传秘法，何况他于宝术中另有所悟，比我所学更胜一筹。多一种宝术，更易印证得失，这是你我都得利之事。皇兄豪爽至此，我自然也不敢藏私。又多得一种雷道宝术，正好借机炼化了这5叶异草，干无其法则之力。与李云聪的雷天阙之法，以及酸泥法融于一炉，为深入雷霆最为密集的仙坟寻找祖父，做最后的准备。果然，融合后的雷法更强。
请叫我闪电石。小心！快跑啊！这河水诡异，被卷进去，不知会发生什么危险。别出手！被顶上的电光缠住，会被定在此处，无法脱身。唯有主动引爆这些雷霆，方可摆脱纠缠脱困。你退后，我有办法。吓死我了！刚刚若被浪卷下去，你就要变成这水中的浮尸。哎，这是个丹炉。何人偷袭？手不错，救出丹炉。原来是个杀人越货的强盗。何必为了身外之物丢掉性命？一个神火强者，肯定是身怀能够抵御此处法力侵蚀的秘宝，拿起来无需硬拼。只需毁了他的护身法宝。有道理，先想办法让他把那秘宝亮出来。哎，可惜我吃软不吃硬，要是跪下来求求我，兴许就给你了。小小尊者惹怒了我，别说丹炉，你的一身骨肉都是我的。快进去！你要痛苦欲尽。
恶！一会儿巨浪退去，你我一同出手，你去吸引他的注意力。出手！闪电拳！我想打你，是拦不住的。看，狂舞之主！老祖，等我的2块骨契合完满后，会再来此地，震开那副刻图，让世人知道，我才是10州之内战力第一。没有神主，我看你能坚持多久？老弩玉玺，那人就在此处，封锁周围，仔细搜索，万不能让他再跑。就携带了小伙之间的感应密宝，我不该出手的。唉，再这么走下去，我都要受不了了。你祖父能走这么深？他为逃避追捕。必定会逃往人迹难至的绝险之地。传说中的仙坟，那仙坟是这法力轻视的源头之地。
你还是进乾坤袋避避吧。竭尽全力，难道也到不了仙分？不，一定还有其他办法。修为越高，受法力侵蚀越重。对，这法力侵蚀是遇强则强，那遇弱，果然如此。看来我们不以对抗之心前行，只当它是一场历练，保持心境空明，便能轻松许多。真有仙人葬于坟中吗？还是先寻找祖父的线索。这么强的不朽气息，只是不知是仙所留，还是魔尊所留。难道一开始我判断错了？祖父不曾逃往这个方向。别惹事！什么东西你都敢吃？我还要去寻祖父，没时间陪你找玩伴。难道你的意思是，那边有祖父的线索？我可没那银蝶的天赋神通，怎么走得过去？你确定？拼了！
观此一番雷霆变化，没想到领悟到了未来的修行方向。嘿嘿，太爽了！没想到能吃到仙坟的土，这造化可太大了。不过你更赚吧，还收取了仙坟之土、天河之水，那其中可是含着超越至尊境界的仙道雷霆啊！哎，你这丹炉看起来无坚不摧，内部还有广大空间可以收取各种东西，真是厉害。真正的大收获是领悟出了雷霆那杀伐威力之中的生机。你没发现，连侵蚀效果对我都减弱了不少。你不是说这边有祖父的线索吗？小心！缺险之地出现了这么大群诡异的蝴蝶，奇凶难料。他们是来对你表示臣服的。在何处？你们到底是何人？为什么要杀我？因为你有个身怀2块仙魔，未来注定会威震3000州的好孙儿。有人不想你与他相认，免得他受你影响太深。是不老山秦族的人，他们不是说要救援祖父吗？原来都是假的。孙儿，我的2个孙儿竟都不能得见。你在下界的另一个孙儿早已死去。爷爷，我还活着，咱们很快就能重逢。神火强者必须一击必杀，方可救祖父脱困。好了，不要再拖延时间了。记住，你的一个孙子，未来注定会主上界臣服。你的死，是为了他更好的成长。我既然被秦族当作囚犯，押送恶魔岛，就没想过再去不老山。臭婆娘，今日定要与你做个了断！姓石的，原本还想给你留个全尸，现在定要将你碎尸万段，去陪你那陨落下界的孙子吧！
气息。来者何人？爷爷！莫要让他喘息，攻击！是。先毙掉石中天，别让他们会合。浩儿，秦昊不是这般样貌。爷爷，我是你的浩儿啊！浩儿，你是被害了的浩儿，下界的那个浩儿。爷爷，带我出去玩。好，爷爷带你出去。您呢，总是这么惯着他。无妨无妨。出去玩了，走走走。浩儿，在家好好听爹娘的话，爷爷去给你找好吃的。爷爷，我会乖乖的。爹，千万保重。爷爷要早点回来哦。爷爷，我没有死，也来到了上界，一直在找你。爷爷，你没死，还寻到上界来了。下界的浩儿，谁上界来了？他是那个石浩。我的浩儿还活着，2次失去至尊功都能熬过来，还有什么能够阻拦你？下界那人还活着，定会引发轩然大波。伏魔阵。镇杀他们！
这么下去也不是办法，我来防御，你去毁掉这书。助我破阵。哟吼！这破烂玩意儿也好意思叫伏魔阵？掉大阵又怎样？凭他的身体，必定走不掉。哦，谁说我破阵是要逃跑？你能操控这些银蝶？我看其中不少都点燃了神火，攻击力必定不凡。要是能利用一下。 银蝶与四面合围，你们一个都跑不掉。替我多谢大家。 你们到底是什么人？我们来自秦总，专门处理一些不能见光的问题。这次是谁派你们来的？一位秦族护法，还有一名光天使也受其收买，在追杀你祖父。来自天国的使者，专门奉命猎杀目标。 其中点燃神火者，因通体跳动着光焰而被称为光天使。天国尚有瘴鸟与他们清算。石子林夫妇及秦昊如今何在？还有阿蛮又在哪里？就是一同与我上界的少女。你这样泄露秘密，等于…… 叛出秦族！爷爷，如今我在上界行走，以出生地荒域为名，化名为荒，更借涅槃重塑肉身时改换了容貌。 你也应谨慎一些。哎呀，爷爷可没那么傻。还是说回你，玉蝶是一往无前，平日却心念通透，眉毛跟爷爷的一模一样，脸庞也还是和爷爷那么像。你不愧是我的孙儿。爷爷，爷爷，坚持住！其实我已见过那天国猎杀者，他们果然厉害。我这具身体怕是要不行了。爷爷，你不会有事的。
我有圣药，绝不会让你死。孩子别急，你听我说，爷爷根本没事，这只是一具灵身。我纵横两界，你不会真觉得爷爷需要等着孙子来救命吧？就凭爷爷，就凭那几个蠢货，记住，那天国的猎杀者不简单，身法诡异。天国，我早晚要去走上一遭。爷爷，你的真身在何处？英也离开此道了。哎，早知你会来，我该留下真身的。只是当时我找到魔尊留下的禁忌真血，实在承受不住那药力，急着摆脱强敌，好择地赶雾突破，结果错过了与你相见的机会。不过你既然来了，总会见到真身的。可惜你我祖孙不能一路同行。爷爷，我很快就会找到你。荒，我名荒，敢问道兄大名？两种宝书各擅胜者，不相上下，不如我们交换，如何？小小年纪如此实力，却还要博采众长，真是一颗璀璨升腾的大星，必将庇你3000州。哼，有幸与你切磋，是我李云聪的缘法。你为什么要四处散播天国使者追杀你祖父的消息啊？弟弟将现身元天秘境的消息，人尽皆知，爷爷怎么会不前往一见？可那样的绝地，却也是天国杀手动手的绝佳场所，我自然要提醒祖父小心。客官，您的菜。听说此番将是秦后的成名之战。哎，他那2块骨到底有何特殊啊？我听说啊，有一块来自下界，原是他哥哥的，可释放轮回之力。嗨，别胡说！你若有至尊骨，会赠与他人吗？听说啊，是秦族内讧，要斩杀那拥有2块仙骨的天才少年的祖父啊！我也听说了，据说还请来了天国杀手，要将他祖父，对了，叫石中天的，引入元天秘境猎杀。真是无情啊！是啊，是啊。我的事情传开了，若祖父也在关注此事，定会知道元天秘境之中暗藏的杀机。月禅仙子，仙剑大人到了！啊，真的，走我看看。齐天救魔女也来了。闪电子大人，那是火金族的唐一。连族清仙！哇，天仙州都有人来啊！看来熟人不少啊。